华夏除夕，暗网第一权威黑蝴蝶发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传奇杀手组织狼的首领狼王在非洲某小国任务失败，身受重伤后不堪被擒，于是点燃炸药，粉身碎骨而亡。消息一出，瞬间在暗网掀起轩然大波，短短3天便登上全球热搜。众人皆以为一代杀手之王就此陨落。一年转瞬即逝，武陵市火车站走出个皮肤黝黑、背着泛黄背包、身着朴素的普通青年，他叫雷浩。可谁能料到，他竟是1年前死亡的狼王。当初兄弟红狼舍命相救，拉响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狼王，帮我照顾家里。好啊。才让他得以重伤逃生，隐于山林。绝境中，他经脉重组，触摸到化境壁垒，实力大增。如今，他踏入武陵市，只为完成父亲遗志，探寻化境真谛。这一次，他收起锋芒，以人示警。师傅，惠山天域园33号。听到目的地是本地最豪华、最高档的别墅园区后，出租车司机微微一愣，下意识地上下打量了一下雷浩。在见到雷浩朴素的着装后，脸上露出了一抹异样神色。小兄弟，听口音是外地人吧？这次来咱们武陵是走亲戚吗？算是吧。车子疾驰半小时，抵达武陵市高档别墅园天域园，停在33号别墅前。天域园位于红山之巅，住户出门可俯瞰市区，此地风景好，视野佳，房价贵，住的都是富贵之人。师傅，多少钱？不着急，等会一起给吧。什么意思啊？原来这出租车司机笃定了自己进不了冯家大门，等会儿自然要再坐他的车回去。看来这司机将自己当成了想要攀龙附凤的无耻之徒。雷浩淡淡一笑，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推门下车，向别墅院门走去。跑了这么多年出租，老子月银无数，冯家焉能有你这般穷的农民工亲戚？一看就是与往昔那些人一样，来冯家攀高枝的。雷浩突然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身后司机一眼，司机顿时慌了。见雷浩转过头去，司机才松了一口气。显然接近化境的雷浩已然听见了他的话语，他如今等同于半步化境，五感焉是常人能比。吓老子一跳，我还以为他听见了。敲开大门，一名围着围裙的中年妇人开了门。你有什么事？保姆明显将雷浩当成了往昔来冯家开油的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我是来找冯万民、冯叔的。雷浩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黑白合影照片递给保姆。保姆接过照片一看，很快就认清了照片中左侧的年轻军人就是如今他的雇主冯氏集团的董事长冯万民。这相片中右侧的人是？这是我父亲。保姆看了看照片，又看看雷浩本人，发现照片中人与雷浩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这才相信了雷浩的话。麻烦你将这块我父亲的军勋章交给冯叔，他老人家见过后自然会明白我的身份。见到军勋章的那一刻，保姆脸上浮现出了惊讶。小伙子，麻烦你稍微在门口等一下，我立刻进去向冯先生通报一声。保姆虽未当过兵，却深知军勋章是军人的至高荣誉。雷浩拿出的勋章和他在冯先生书房所见相同，这才让他对雷浩重视起来。冯家这几日洋溢在喜庆中，3天之后就是冯家大小姐冯依云与万家公子万志明订婚的日子。冯万两家皆是武陵市赫赫有名的大家族，两家的联姻也算是门当户对。今日是周末，冯家上下欢聚一堂。一张大圆桌上，一身宽松唐装、红光满面的冯老爷子坐在主位上。时间过得真快啊！昔日依云还是背着书包上学的女娃娃，转眼之间就要订婚嫁人，离开家了。冯老爷子望着自己孙女，禁不住发出了一声感慨：“爷爷，看您说的，就算我出嫁了，那不还是冯家的人吗？”哈哈，你爷爷这是舍不得你。女儿嫁于万家大公子万志明，冯万明内心还是颇为满意的。万家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都强于他们冯家，两家的联姻定然会让冯家的生意更上一层楼。这是冯万明内心呢喃，一想起往事与战友昔日约定的娃娃亲时，内心并涌起波涛。雷兄，为何这些年你们一家子都杳无音讯？就在众人欢声笑语时，家中保姆走入屋内，快步来到了冯万明的面前。冯先生，门外有一名年轻人找您。保姆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照片和军勋章递给了冯万明。见到照片与军勋章的那一刻，冯万明整个人浑身一震，快速地拿起了照片和军勋章端详了起来。这是？冯万明脸上露出了惊喜色。那年轻人还在门外吗？在。冯万明见到保姆点头后，快速地起身，匆匆走向大门。爸，来的是何人？看把您激动的。冯家小女儿冯子彤一脸疑惑地对冲向门口的父亲喊道。冯万明仿若未闻，匆匆走出了大门。冯子彤不禁疑惑地看着旁边的母亲：“妈，您清楚来的是什么人吗？看爸爸激动的，连我的话都没听到。”不仅是冯子彤，冯家子女，包括冯老爷子，也是一脸疑惑地看向了冯万明的妻子李月梅。众人惊奇地发现，李月梅的脸色渐渐由红变白，逐渐变为了苍白，整个身体也在颤抖，嘴里喃喃自语：“雷家来人了。”妈，什么雷家？让您脸色都变了。见李月梅脸上苍白，身体颤抖，冯子彤与旁边众人脸上的疑惑色更浓了。半晌后，李月梅才看向了冯老爷子：“爸，你忘记了，万明曾经为依云订过一门娃娃亲。”李月梅这么一说，众人瞬间秒懂了。冯万明为冯依云订的这门娃娃亲，在冯家可是众人皆知，对方就是冯万明昔日战友之子雷浩。爷爷，假如来人真是雷浩，您可千万要为姐做主啊！
别让爸为了昔日什么承诺，真的将姐嫁给一个陌生人。身为二儿子的冯浩明一脸慌促地看向了自己的爷爷。他清楚，在冯家，父亲向来是一言堂，唯有爷爷才有可能劝动父亲。其他众人也将求助目光望向了冯老爷子。冯老爷子抬了抬手，示意众人冷静。眼下咱们先静观其变再说。冯万明走出院门，就见到了站在院门外的雷浩。在见到雷浩一身朴素陈旧的着装后，双眸顿时泛红，快步上前，一把握住了雷浩的双手。雷浩也认出了冯万明，如今的冯万明与儿时记忆中相比，除了苍老一些外，五官轮廓并无变化。耗子，你终于来了！你可不知道，这些年我找你们一家找得好苦啊！向来沉着冷静的冯万明因心情过于激动而身体微微颤栗，这一幕若被熟悉他的人看到，定会震惊。而一直在腥风血雨中闯荡，许久未感受亲情的雷浩，此刻却在冯万明身上体会到了这份温暖。冯叔，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担心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冯万明看了看雷浩身后空无一人，不禁疑惑：咦，耗子，这次怎么才你一人来了？你爸妈们一起来吗？听到爸妈二字，雷浩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黯然。我爸在我不到10岁时就去世了，至于我妈，在我爸去世不足2年之后也扔下我，不告而别了。听闻老战友一家遭遇厄运，冯万明如遭雷击。怎么会这样？你爸是怎么走的？胸口旧伤复发。胸口旧伤，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了雷兄。雷兄如不是为了救我，定然不会受伤，不会受伤就不会旧伤复发。良久后，冯万明这才收起了心中的悲痛，拍了一下雷浩的肩膀。孩子，这些年苦了你了。雷浩微微笑了笑，他的人生只能算精彩，跌宕起伏，算不上苦。父亲去世，母亲离去后，变成孤儿后被师傅收养。出师后，机缘巧合加入杀手组织狼，凭精湛功夫与神枪法获狼王器重，狼王受伤退隐，他接任新一代狼王。雷浩跟随冯万明进入别墅后，不远处目睹了这一切的出租车司机早已是目瞪口呆了。出租车司机本以为雷浩会像往昔那些人一样，在冯家吃闭门羹。没想到冯氏集团董事长、武陵市赫赫有名的冯万明竟亲自出门迎接。这个农村小子到底是谁？不会是冯万明的私生儿子吧？真他妈该死！早知道就跟他搞好关系了，感觉自己错过了1个亿。出租车司机满心懊悔，想起先前的话，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车钱都没好意思要，便匆匆发动车子，灰溜溜的离开了。后悔没多与对方拉近关系，好沾点光。暗界狼王在一次任务身受重伤，好兄弟红狼舍命相救，拉响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重伤逃生后，在绝境中他经脉重组，触摸到化境壁垒，实力大增。为完成父亲遗志，他踏入武陵市，来到大名鼎鼎豪门冯家。然而父亲遗志却是跟冯家大女儿冯依云结婚。冯家众人明显认为雷浩此次来冯家就是来一夜暴富的。耗子，来，我给你介绍。冯老爷子虽然不太喜欢这个一身土里土气的雷浩，但他毕竟是长者，还是微笑着点了点头。耗子，这些年家里一切都还好吧？当他得知雷浩只是高中毕业，父亲逝去，母亲扔下他不知所踪时，脸上浮现出了对雷浩的怜悯。可是比起孙女的幸福，还是接受不了。耗子，这是依云，你还认识吧？你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家家。听见父亲介绍自己小时候与雷浩玩过家家，本就对娃娃亲抗拒的冯依云，脸色瞬间难看至极。依云妹妹，你好，多年未见，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如若冯叔不介绍，我还真有些认不出来了。不好意思，对于儿时的记忆我已经很模糊，记不清了。他这么说，无非就是想与雷浩保持距离。冯万明面色阴沉地瞥了女儿一眼，身为父亲，他焉能不知女儿心思？依云怎么说话呢？呵呵，能理解。这是依云弟弟浩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冯浩明虽不愿意回应雷浩，但碍于父亲威严，他还是点了点头。哼，你突然来我家干嘛？完成我爸遗愿而来。什么遗愿？遗愿我爸离世之前并未告知，说让我日后来冯家便知晓。你就别再装蒜了，这次来咱们家，你不就是为了娶我姐潘高枝来了吗？别说，你来的可真是时候，早不来晚不来，非这个时候来，我告诉你，兔崽子，你给我住嘴！见到父亲动怒，冯浩明顿时闭嘴不言，却把满腔怒火转嫁到了雷浩身上，用仿佛要吃人的目光看向雷浩。扫把星，都是你害得我家闹纷争。冯子彤看着雷浩，小声嘀咕，生怕被父亲给听见了。难不成父亲临终之前让我来冯家完成了遗愿，就是与冯叔的女儿冯依云结婚？怪不得父亲死中前都不曾告诉自己遗愿是什么。以雷浩的个性，定然不会同意娃娃亲这种封建婚姻。冯叔，我与依云真的定过娃娃亲吗？这是我昔日与你爸的约定，也算是承诺。冯叔，如若我爸的遗愿就是希望我与依云结婚的话，我希望取消这门婚姻。其退婚之言让所有人微微一愣，而冯依云脸上则更多是欣喜。雷浩，你这个伪君子，就别假惺惺了。今日你突然到访我家，不就是知道了3天之后我姐要与万家公子订婚，你怕攀不上我家高枝，就急匆匆赶来了。
我哥说的对，就你这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见到哥哥率先向雷浩开火，身为冯家一份子，与姐姐关系亲密的冯子彤也开始附和。你如果想证明你不是伪君子，你就赶紧离开我们冯家，永远不要再踏入冯家一步。放肆！赶紧给耗子道歉，否则看我怎么教训你！叫我给这个乡巴佬道歉？哼，不可能！冯万明上前便要扇他，还没等他巴掌落在冯浩明的身上，冯老爷子就快步拦在了孙子的面前。万明，你如若要打我孙子，就先从我这把老骨头身上踏过去。见到老夫阻拦，冯万明也只能无奈作罢。他就是个乞丐，有什么资格做我姐夫？在冯老爷子的阻拦下，冯浩明顿时有了底气，用手指着雷浩，一脸愤慨。众人未察觉，此刻雷浩双眸浮现点点寒芒。郎中熟悉他的人知道这是狼王要大开杀戒的征兆，可因冯万明是他父亲最亲密的战友与兄弟，他不可能杀死对方的儿子。雷浩强行收回心中杀意，走到冯浩明面前。你不是说我是伪君子吗？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会履行父辈的约定，我决定留下来，你能拿我怎么样？他声音低沉而冰冷，双眸更是宛如狼眸一般，让一直生活在阳光下的冯浩明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冯浩明吞了口唾沫，下意识连退了2步。爸，您停，这雷浩太猖狂了。好了，别说了，如果不是你出言挑衅在先，耗子能这么愤怒吗？见到父亲如此维护雷浩，冯浩明气呼呼地转身离开了家。爸，您真打算退掉我与万家的婚约，让我与雷浩结婚吗？冯万明望了雷浩一眼后，又看向女儿。你与耗子的婚事乃是20年前就定下的，这是不容改变的。女儿不是商品，可以任意您买卖。爸，您太让女儿失望了，为了自己自私的承诺，就随意支配掌控女儿的婚姻，罔顾女儿的幸福，您不配做父亲。见到父亲坚定的眼神，冯依云眼含泪水，转身离开了家。我学校还有课，就不在家待了。李月梅见到3个子女皆被丈夫气出了家，向来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她，恼怒的她瞪了一眼丈夫后离开了客厅回房了。小刘，你为雷浩在3楼安排一个房间，让他将行李放下后，好好洗个澡休息一番。是老爷。雷浩清楚这是冯老爷子在清场，定然有话想单独与自己儿子谈，便与保姆一同上了楼。万明啊，你是铁了心要将依云嫁给雷浩吗？对，耗子父亲之死是因我而起，昔日若不是救我受重伤，也不会留下隐疾，家破人亡，也就没有现在中兴的冯家。如今耗子遵从父命来咱们家，我若违背承诺，取消婚约，那样还算人吗？冯老爷子露出了讶异，他没想到雷浩父亲之死与自己儿子有关。你这样做是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为自己赎了罪，可苦了依云。依云是我的女儿，我相信她日后能体谅我这个父亲的难处。现在整个武陵几乎是人皆尽知咱们冯万2家联姻了，你现在退了婚，定然会引发万家的怒火。万家在汉南省扎根很深，还有黑道背景，他们如若报复，你可曾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啊？您儿子能应对？冯万明脸上看似自信，其实内心也充满了担忧与不确定性。可如今的他没得选，违背诺言、背信弃义，他是绝不会做的。你能应付就好。冯老爷子点了点头。我可以不反对你将依云嫁给雷浩，但必须你得答应我3个条件。爸，您尽管说，只要不是太过苛刻、故意刁难，别说3个条件，就算是30个我也答应您。第一，雷浩必须通过3个月的考察期后，才能与依云结婚。为什么？假如这雷浩乃是作奸犯科或是性格缺陷之辈，焉能做我冯家女婿？我冯家女婿可以无钱、无才、无背景，但不能无德。好。第二，考察期内，雷浩可以在冯家吃住，但冯家不允许你对他有任何经济和实质帮助，就算替他找工作都不行。我不希望冯家豢养一个好吃懒做、完全依附我们家族的蛀虫。冯万明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第三，也就是最后一条，就算雷浩通过了3个月的考察期，能与依云结婚，但必须成为我冯家上门女婿。我冯家不管怎么说，在武陵市也算地位斐然，焉能将长女嫁给一个无父无母、毫无背景的穷小子？这传出去，岂不是让外人笑掉大牙？爸，耗子是我战友的儿子，我战友因为救我丢了性命，家破人亡，我怎能如此自私，让战友唯一的儿子来我们家做赘婿？那岂不是让雷家断了后？冯老爷子沉默了，他也认为儿子所说不无道理。这个有迂回的方法，可以让他们第2个孩子随雷姓吗？冯万明见父亲不容拒绝的眼神，还是应了下来。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耗子的工作我去做了试试看。保姆将雷浩安排在了3楼一间房里，2人的谈话一字不落的被正在打坐的他听得清清楚楚。对于冯老爷子所提的3点，他并不在意，做完他要做的事，可能3个月后他就离开冯家了。冯叔，我无意让你为难。
敲门声响起，他知道门外站着的是冯万明，定是来劝说他入赘的问题。耗子，房间住的可还算习惯？习惯。冯万明坐下与雷浩聊了些家常后，说出老妇提出的3个条件。让他意外的是，雷浩几乎未犹豫便点头同意。而雷浩此举只是不想让冯万明为难，全当暂缓之策。见雷浩爽快答应，冯万明微微惊讶，耗子该不会真的是为了荣华富贵来的冯家吧？他并未瞧不起雷浩，反而更愧疚，不是因为自己，这孩子怎会为了生活低头？孩子，冯叔对不起你。冯万明面色愧疚地拍了拍雷浩的肩膀后转身离去。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去万家取消婚约。案件狼王重伤后突破半步化境，归隐1年重回都市。然而步入都市的第一天就被几个不长眼的饶命之徒绑了票子。熟悉狼的都知道，新的杀戮又要开始了。武陵市一处高档会所私密包间内，志明与依云马上就要订婚了，你跟我说你要招上门女婿，你当我们万家是什么？万国峰拍案而起，双眸圆睁地怒视着对面的冯万明。希望万兄能理解我的难处，毕竟承诺在先，万兄也不希望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毫无诚信之人吧。就算你所说的属实，但订婚之前你为何不提？眼下我们2家结为亲家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武陵市，你现在跑过来告诉我要退婚，你这不是戏耍我万家，让我万家成为全武陵人的笑柄吗？万国峰越说越愤怒。万兄事已至此，为了表达我的歉意，安新区的旧城改造项目，我冯氏集团会退出竞标。这就是你们的歉意？你当我万国峰是3岁小孩，打1巴掌给个破枣就能哄好吗？我万家不会这么善罢甘休，定让你冯家付出代价。随着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出，万国峰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包间大门。看来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万国峰一回到家就召开了家庭会议，得知冯家退婚后，万志明震惊之余，脸上被愤怒充满。不行，我不同意。你不同意又如何？冯依云那个娃娃亲对象来冯家了，冯家也已经提出退婚了。万志明沉着脸，由于冯依云思想传统，交往了半年，亲密接触也仅限于牵手而已。万志明表面上是谦和君子，其实内心偏执，性格霸道。我看中的人怎能便宜别人？志明，你不必恼怒，这个面子我一定让冯家10倍偿还。天涯何处无芳草，你放心，妈一定会给你找一个比冯依云更漂亮、更优秀10倍的女人。万志明点了点头，可待父母离开后，他双眸杀机涌现。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抢我万志明的女人，我定然让你付出血的代价。强子，你给我去调查一下。雷浩来到一家网吧，隐居1年，他要重新了解案件动态。怎么会是2号孤狼代替我的位置了？不应该是天狼吗？孤狼就是一个笑面虎，其城府很深。雷浩自诩对揣摩人心上很有一套，但对孤狼，他却看不透对方笑容外表下的真实想法。他很想知晓原因，可如今的他在这个世界上属于已死之人，一旦联系组织成员，自己活着的消息就会被暴露。现在还是先找寻下红狼的家人吧。这是红狼临终之前对他的嘱托，他必须办。离开网吧付完账，雷浩发现全身仅剩300块不到。没想到我也能混成这个模样，不知道武陵市有没有跟我专业对口的业务。现在雷浩肯定不会冒着暴露的风险去动国外银行的钱。幸好在冯家吃喝不用愁，否则狼王就要出去打工了。忽然，一辆商务车一脚急刹，贴身停在了雷浩的身旁，车身距离他身体不足10公分。车门拉开，2名凶神恶煞的青年现身。雷浩对血腥戾气极为敏感，以久经生死的经验断定2人背负人命。哥们，找你帮个忙。我好像不认识你们吧？别害怕，只要你乖乖听话，老子不仅不会害你性命，反而会给你很多钱。雷浩不想在闹市区把事情闹大，也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想干嘛。上车后，雷浩发现除面前2名男子和司机，车最后排还有2名男子挟持着1名女子。原来这是一伙绑匪。雷浩溢出一抹冷笑，他们应该很有钱吧？你们让我上车，意欲为何？我可没钱。小子，我们抓你来可不是为了钱。既不为钱，那为什么？到地方你就知道了，让你来自然有你的价值，事成之后亏不了你的。金家府邸，金家老爷子面色冰冷地坐在太师椅上，冷着脸看着下方一众子孙。我金家在武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韩瑶被人绑走，简直是打我金家的脸。被绑的正是金老爷子最疼爱的孙女金寒瑶。风儿怎么样了？打听出韩瑶是被何人绑架的吗？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焦急起身，他便是金寒瑶的父亲金正红，金老爷子的3儿子，担任集团副总裁。我打听了黑白两道所有的朋友，却没有人知道瑶妹被什么人绑了。爷爷、三叔，你们不必担心，就算是将武陵翻个底朝天，我也一定会找出绑匪，
咱们必须做出2手准备，绑匪要找，钱也要立即准备。凛冬赶紧去凑钱。金家大儿子金岭东，也就是金峰的老大，在他心中，公司利益至上，族人只能排第2。他排斥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族人。爸，公司几个大项目到收尾阶段，资金全投进去了，账上根本没有5亿现金，要凑齐只能卖股票或银行抵押贷款，可这对集团影响巨大，而且3天内不一定能办完。那依你之见，咱们就这么束手待捕吗？3天期限，我估计是吓唬人的。在武陵，我们金家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借绑匪10个胆，他们也不敢真动金家人。你的意思该怎么办呢？先报警，金家发动资源，配合警方全力搜查绑匪，再各与绑匪谈判，将5亿的赎金降低到1亿，这样公司账面上的现金就足够了。大哥，你说这话是不是太不负责了？韩瑶不是你孩子，你当然不在意。假如这次被绑的不是韩瑶，而是金峰，你还会这样吗？3弟，韩瑶被绑架，咱们都着急，但是着急归着急，也不能乱了分寸。咱们总得寻求一个最佳方案行事吧。好了，都别说了。见到自己老夫不高兴了，2人顿时闭了嘴，看向父亲。眼下暂时先不要报警，先发动金家全部资源搜寻韩瑶下落，让人与绑匪谈判，减少赎金。如果绑匪不肯减少赎金呢？那就想办法凑齐5亿赎金。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他是暗界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之王，重伤后突破半步化境，为完成兄弟遗愿，他来到都市。他本无心杀戮，然而现实的残酷迫使他无法置身之外。大侠，不要杀我，我还救过你呢。救命！有人绑架！小娘们再叫，现在就给你扒光，让我们哥俩乐呵乐呵。金寒瑶吓得花容失色，连退几步。你别过来，敢乱来我就咬舌自尽，让你们拿不到赎金。你咬啊，哥几个就喜欢不动的，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妈呀，口味真重！金寒瑶瞬间蔫了，咬舌本就是吓唬人，想到真要死后被凌辱，他不寒而栗。怕了吧，老实点，乖乖听话。经这一下，金寒瑶缩着脖子不敢再出声。别废话了，办正事。大哥，好好的民防不住，咋又回这破地方？你懂什么？那地方人多眼杂，金家在武陵黑白2道人脉甚广，久居容易暴露，嫌命长啊。大哥英明，跟着大哥，咱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黄背心绑匪马屁拍的光头绑匪很是舒坦，黑背心绑匪得到点头示意。老四，视频拍好点。放心，我技术一流。金寒瑶一听要拍视频，吓得脸色惨白。你们要拍什么？小娘们，别怕，暂时不会动你的。那录什么视频？哼，你马上就知道了。只见黑背心绑匪抽出匕首，走向雷浩。你们要干什么？不杀之急，你们金家的那些老家伙能乖乖的送钱来吗？金寒瑶瞬间明白，他们要录杀人视频震慑自己和家族，好拿到赎金。咦，他妈！雷浩也懂了，不禁哑然失笑。我堂堂狼的首领，今天却被人当做了杀鸡儆猴的对象，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成了暗界的笑柄？我说，你们道上混的，说话就像放屁吗？说事成给我一大笔钱呢。这个我确实答应了，不过可以等你挂了，我烧给你。说完，众绑匪轰然大笑起来，满是猖狂、嘲讽和鄙夷。他们没注意到，雷浩已经起了杀心，双眸寒芒闪烁。不能伤及无辜，金家肯定给赎金。金家你说了不算，得那帮老家伙点头，不震慑，他们怎会乖乖掏钱？显然，这帮绑匪绑架金寒瑶是早有准备，摸清了金家所有情况。你们是禽兽吗？太残忍了！喂，快求饶，不然真杀你了！金寒瑶焦急提醒雷浩，可雷浩置若罔闻。喂，听到没有？这人怎么这么呆笨？这么多年，也是第一个死前还能面不改色的。记你是条汉子，破个例，有遗言要我转告你家人不？不过转达遗言可不免费，你身上和银行卡的钱都得给我。无耻！好好再看看这个世界吧，很快你就看不到了。卧槽，大哥，这个时候咱们能不装叉吗？绑匪们疯狂大笑。大哥，这小子脑子有问题吧？都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这样的傻人，你们怎么忍心下手？我同意。 What？ 同意什么？遗言费。这小子还当真了？行，钱到位，我一定尽力。看你老实，杀你10刀快点，少受点罪。我想你理解错了，是你向我支付遗言费。雷浩说完，众人震惊，空气凝固。你他妈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你耳朵拉稀了吗？这都听不见。这小子是疯子，杀了他。黄背心绑匪和其他绑匪同样被激怒。这傻小子非要激怒这些亡命之徒，死定了！我让你生不如死。黑背心绑匪正要动手，司机绑匪突然起身，提刀刺向雷浩腹部。老二动怒，阎王都得颤抖。绑匪们露出期待与嗜血的笑。啊妈呀！金寒瑶闭上眼，却听到砰的一声闷响。他睁眼一看，雷浩毫发无损，双手挣脱绳索，脚下是断裂的绳子。司机绑匪倒在10米外，
七窍流血抽搐，眼看没救了。其他绑匪满脸惊骇错愕。大哥，老二没气了，敢杀我兄弟，老子毙了你，看你怎么躲子弹。黑背心绑匪掏出手枪对准雷浩，就在他扣动扳机瞬间，雷浩脚尖一踢，钢筋如子弹般射向黑背心绑匪，洞穿其握枪的手背。他惊恐地看着雷浩，这才明白对方不是傻子，而是饿狼。兄弟们，杀了他！他声音带着慌乱恐惧，其他绑匪也急忙掏枪，可还没等他们扣动扳机，雷浩身形一变地向他们冲来。三声闷响，包括光头绑匪在内的3名绑匪飞了出去，七窍流血，抽搐了几下便没了声息。1分钟内，形势逆转，猎人变成羔羊。金寒瑶又惊又喜，震惊的是雷浩的强大，欣喜自己脱险。对于绑匪的死，一点没有惋惜，他觉得这些绑匪死有余辜。你到底是谁？雷浩轻蔑一笑，你不是说我是待宰的鸡吗？我那是口误，乱说的。黑背心绑匪边求饶边后退，扑通一声跪地磕头，大爷饶命，我把身上钱都给您。雷浩停下看着他，黑背心绑匪以为活命了，忙掏出所有现金递过去。大爷，我手机还有30多万，马上转给您。我只要现金。雷浩怕转账被警察追查，而且现在也没手机。现金，我这就去兄弟身上找找。黑背心绑匪急忙起身，在死去绑匪身上和车里搜出近7万现金。雷浩接过钱，脸色稍缓。大爷，我可以走了吗？雷浩没回应，只顾整理钱。黑背心绑匪以为默许，道谢后转身快步向门外走去，把死去兄弟抛诸脑后。嗤的一声，黑背心绑匪胸口剧痛，只见尖刀穿透前胸，血滴落下。你不讲武德，收了钱还……雷浩冷冷地扫了一眼尸体。我什么时候答应饶你命了？钱是医药费呀，该死，忘了问一眼了。都怪你急着走，害我失信。我本不想杀人，可狼王威严不如亵渎我。雷浩把钱放进口袋。喂，金寒瑶喊雷浩，想让他解开绳索。见雷浩没反应，麻烦过来解开我身上的绳索。雷浩转身走向金寒瑶，就用脚挑起地上的匕首。金寒瑶看着寒光闪闪的匕首和雷浩冰冷的脸，以为要杀自己灭口，吓得吞了口唾沫。大侠，我从没作恶，一定不会把你出卖给警察，我还救过你呢。雷浩犹豫了，杀手本能告诉他要灭口。我真的会守口如瓶。雷浩沉默片刻，举起匕首一挥，金寒瑶闭眼等死。却发现绳索断了，雷浩已转身出门，消失在转角。金寒瑶长舒一口气，赶紧从绑匪身上摸出手机，拨打父亲金正红的电话。绑匪被杀手反杀，目击了全部过程的金寒瑶却称没看见杀手的长相。金小姐，你看见是什么人杀死这些绑匪了吗？我没看清杀手的长相。他戴着面具。看着慌乱的孙女，金老爷子一下子就看出金寒瑶是在说谎。爷爷，您找我什么事？金老爷子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让自己孙女坐了下来。瑶瑶，你今日在警察局说谎了吧？爷爷，我怎么可能说谎呢？我没有。金寒瑶语气吞吐，双眸根本不敢直视爷爷。爷爷看着你长大，你的秉性我最清楚，你瞒不过我。金寒瑶缓缓点了点头。我在警局确实撒谎了，我是见过那人的相貌，可别人救了我，我不能恩将仇报，出卖别人吧。爷爷明白你重诺报恩，但你要搞清楚，此人救你究竟是偶然，还是另有图谋呢？金家树大招风，商场如战场，多留个心眼总没错。爷爷，我知道了。你今天受了惊吓，身心俱疲，早点回房休息吧。孙女走后，金老爷子叫来一名中年男子。金老，明天开始，你派人负责保护瑶瑶的安全，另外暗中务必查清救瑶瑶的神秘人身份。中年男子点了点头。金老，您放心，今天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好，你先去吧。雷浩回到冯家，便听到冯浩明在那嚼自己的舌根。爷爷，您看这里好，一点不把咱们冯家当回事。昨日才刚进门，今日就这么晚回来，谁知他在外面干嘛？冯家家规有规定，晚上必须什么时候回家吗？好了，现在浩子已是我们的家人，你日后不许用这样的口吻跟他说话。爸，雷浩哪像个赘婿的样子，不知道的以为是我们冯家的大爷呢。放肆！浩子年龄长你几岁，再怎么你也应该叫他一声哥。冯浩明本就压抑，如今被父亲这么一怒吼，心中的压抑顿时爆发。做我姐夫，他也配？山沟里的穷小子，还妄想与志明哥相比，就是萤火与皓月争辉，您以为能护得住他吗？你可能不清楚吧，志明哥的干爹可是江爷，他要是知道我们让万家丢尽脸面，会善罢甘休吗？江爷听到儿子说万志明的干爹是江爷时，心里头禁不住一颤。身为武陵市的人，焉能不知晓江爷是谁？那可是武陵市黑道的龙头老大。你说的可是真话？江爷真的是万志明的干爹？江湖传说，但8九不离十。冯浩明说完，转身离去，在踏上楼梯前，回头给了雷浩一个同情的眼神。浩子，你不用往心里去，就算浩明所说属实，冯叔也一定尽力保你，绝不让你受到半分伤害。对于江野，冯万明也没有十足把握，只能出言安抚雷浩。这段时间尽量少出门，我会尽快为你找一个贴身保镖。冯叔，谢了，我不需要保镖。
对于什么江爷之流，若敢来犯，我定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悔。年轻人狂妄点无妨，分时后，此时这般，当心丢了性命。冯老爷子语气虽然平缓，可其中却蕴含着明显的呵斥。像今日这般晚回来，以后不许再有了。冯老，如果陈述事实都是狂妄，那我无话可说了。冯叔，我先回房了。这孩子久居山村，不知人间险恶，以后是要吃大亏的。爸，我替浩子向您道个歉。孩子年轻性子傲，您别往心里去。希望这孩子来我冯家，不是我冯家的灾祸。第二天，冯万明看到正要出门的雷浩，不禁疑惑：浩子，这么一大早，你准备上哪里去啊？去寻一位故人。故人？你在武陵市还有故人吗？雷浩只是点了点头。今日他准备去探寻红狼家人，外出一定要谨记冯叔的话，现在属于非常时期，不要去偏僻之处。对了，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我暂时还没有手机。冯万明微微一愣，没想到雷浩连手机都没有。我等会儿让秘书带你去商场买个手机，顺便再买几身衣服。不用了，我等会自己去买。对于衣服，雷浩不是很在意，去商场选了一身简单舒适的，便穿上了。之后又来到一个卖手机的柜台前。先生，你看中了哪一款手机？雷浩指了指其中一款老人机，就这款吧。建议为父母选购智能手机，通过视频通话缓解孤独感，老人自学能力较强，操作问题无需顾虑。我是买了自己用。老人机耐摔抗造，待机时间长，完全满足雷浩对手机功能的需求。圆脸女孩看雷浩坚持，认为一定是经济窘迫，所以才会选择老人机。198元。雷浩从身上掏出了一大沓钱，从里面抽出了3张100元的，放在了圆脸女孩面前。另外给我办一个号码。原来以为他手头拮据才买老人机，现在看来这也不像是没钱的样子啊，真是个奇怪的家伙。这家人1年前就卖了房产，搬去别的地方住了。住得好好的，突然卖房，肯定是遇什么事。那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他们吗？楼上有一名租住在此的外地女孩，与那家人的妹妹关系密切，应该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不过那名女孩最近交了男朋友，一般10天半月才回来一次。雷浩总不能天天守在这里，他将手机号码留给了这个退休大妈，又拿出了300块钱劳务费给了对方。那女孩一旦回来，一定要通知我。好好好。武陵市五洲酒店总统套房内，万志明正搂着金发美女睡觉。谁啊？一大早就扰人清梦。万嫂，是我。万志明推了推身旁的金发美女，我这里有事，你回去吧。说完，从旁边的包里面拿出一沓钱扔在了床上。待金发美女离开后，门外男子这才走了进来。强子，与依云订娃娃亲的那小子打听清楚了没有？大致算是打听清楚了，那小子名叫雷浩，就是个穷屌丝，父亲是冯万明昔日的战友，后来伤病而亡，母亲迷走，这小子后来就失去了踪迹，据传是偷渡去了国外打黑工，现在突然冒出来，应该是知晓李与冯小姐的订婚消息，就迫不及待的回来了。这种下贱的东西也配跟我抢女人？妈的，赢了也没有成就感。万嫂，这小子既然这么碍眼，不如我去将他做了，你放心，我保证神不知鬼不觉。见万志明没有回应，还以为默许了，正准备去办。等等，咱们还是先礼后兵，我要先去见见依云。一处茶楼，包间内，志明哥，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依云，你应该清楚，我为了什么来找你，你就甘心听从你爸的安排，嫁给那个陌生的穷小子吗？他配得上你吗？我跟雷浩小时候见过面，他父亲为了救我父亲落下病痛，不久就不治身亡了，所以我爸让我嫁给雷浩，我能理解，这是我们冯家欠雷家的。咱们是现代人，不是过去的封建社会，亏你还在国外留过学，怎么能心甘情愿听从你爸的安排？志明哥，事已至此，咱们接受现实吧。要怪，只怪咱们缘分浅薄。我不接受，你爸就是古代帝王思维，拿自己女儿的婚姻去还债，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你不许这样说我爸，不管怎样，他终究是我爸。冯依云赫然起身，一脸娇怒地盯着万志明。依云，不如我们私奔吧，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等时机成熟，咱们再回来。说是私奔，其实是想与冯依云生米煮成熟饭，到时挺着大肚子的冯依云，那就由不得冯万明不同意。不行，我那样做就是陷我爸于不义之举。我爸最重视诺言，我如果与你私奔，等同于要了他的命。你爸对战友是兑现了诺言，可对我万家呢？日后要是整个武林知道我万志明被冯家退婚，我岂不是成了武林最大的笑话？你告诉我，谁来补偿我？我替我爸对你们说声对不起。说完，冯依云捂着嘴匆匆离去。万志明面色阴鸷地掏出了手机，拨通了强子的电话。强子，实施第2套方案。得到生死兄弟红狼家人的消息，雷浩正要赶去的途中，却被神秘人请去喝茶。小徐，你去跟着雷浩，暗中保护他。小徐是特种兵出身，身手不凡，退役后就做了冯万明的司机。你们是什么人？少打听，我老板要见你，到地方你自然会知道。这群人很明显跟前几天那群绑匪不是一路人，难道我的行踪暴露了吗？
到了地方屋内，一共有3名青年男子。你们是谁？我应该不认识你们吧？哼，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冯家未来上门女婿嘛。雷浩瞬间恍然，眼前的儒雅男子应该就是冯依云的未婚夫万志明。你姓万是吧？说吧，你们将我带到这个地方想干嘛？你觉得你哪一点配得上依云？你这种人，如不是冯叔过万，兑现什么承诺？你这样的穷屌丝，连老婆都找不到，败给你这样的垃圾，简直是我万志明生平最大的耻辱。雷浩急于前去打听红狼家人消息，并不想跟他们多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找你来，自然是有事。事情也很简单，留下一根手指，离开冯家，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如果我不同意呢？哼，你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我倒想看看到底有多严重。万志明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你小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没办法了。说完，万志明站起身来。强子，交给你了。放心吧，万少。万志明瞥了雷浩一眼，冷哼一声后，迈步走出了屋子。此时屋内寂静无声。雷浩走到桌子前，拿起一瓶水就喝了起来。谁他妈让你拿饮料了？难道这水不是给人喝的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喝？可我现在喝啊，你能怎么办呢？你小子有种！不许进，让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干什么？外面吵什么？只见司机屁颠屁颠的跑了进来。强哥，外面有一个家伙，硬说我们绑架了他的朋友，要强闯进来，被我们制止了。外面的那小子是来找你的吗？不知道。雷浩嘴里说着不知道，其实心里明白，门外的来者定然是冯叔的保镖小徐。离开冯家的时候，就察觉有人跟踪他。不清楚是吧？将门外那家伙带进来，既然活腻歪了，老子成全他。得嘞。被带进来的小徐见到安然无恙的雷浩，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用惧怕他们，随我离开便是。你小子是来搞笑的吧？进了这房子，是你想要离开就离开的吗？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难道还想限制人身自由不成？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你走一个试试。光头男向旁边的横肉男示意了一个眼神，横肉男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迈步向小徐与雷浩的方向走来，二话不说就是迎面一拳，强大的力道直接将小徐震得连退了好几步才站稳。好强的力量！接连几个回合后，小徐连续挨了几次电击后，他再也无法站立，昏死了过去。你刚才那牛逼劲呢？找死的狗东西！雷浩一直在旁观，不帮小徐是因为只有小徐昏了，他才能安心的超度他们。小子，没有尿裤子吧？你若继续顽抗到底，不同意万少的建议，下场比他还要惨。哦，以你的意思，我是什么下场呢？好，我让你嘴硬，把这小子带到后山去。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山顶，走到一处才挖的土坑旁。呵呵，这帮小子想得倒是很周到，替自己的坑都挖好了。小子，这个坑就是你最后的居所。如果现在向我求饶，留下2根手指便可保命。这时，光头男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万少，那小子还顽固吗？是的，别墨迹了，直接做了，记住做得干净点，别留痕迹。是，放心吧，万少。光头男说完挂断电话。小子，记得下辈子把眼睛睁大点。是你自己跳下去，还是让我们动手呢？这个坑你们不嫌弃，我当然是没意见的。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敢大言不惭！司机怒目圆睁，扬拳就向雷浩挥来。刚逼近雷浩3尺内，只见寒光一闪，司机喉间绽开狰狞血口，血柱喷涌剑栽进很深的土坑。你小子手里藏了刀片，原来你早有准备。其实雷浩杀人的利器只是从树上摘取的一根木刺。别以为杀掉个弱鸡你就很能耐了。将这小子血放了，让他感受慢慢等死的滋味。横肉男得到示意后，向雷浩走来，一边走一边从腰上抽出了一根3棱军刺，眸子中涌动着嗜血的兴奋。雷浩巍然不动，犹如看死人一般的看着渐渐逼近的横肉男。随着3棱军刺飞速刺来，雷浩一把握住了军刺的刺身。不知死活，敢徒手抓我军刺！刹那间，两人僵住。雷浩握住刺身的瞬间，那军刺竟纹丝不动。横肉男拼尽全力将200多斤的身躯压上去，军刺仍分毫未进。大哥，一切都是误会，咱们无冤无仇，一切皆是万少。不对，是万志明那狗日挑唆的。咱们有话好好说。晚了，我按戒的规矩，既然出手，就没有不见血的道理。今天这单我免费送你们。雷浩夺过军刺，一脚踹在横肉男的腹部，强大的力道让其直接击飞出去，撞向后方大树。还没等横肉男从空中落下，雷浩挥手甩出军刺，军刺犹如离弦飞箭向横肉男飞去，将横肉男钉在了树上。你好狠！小光头，该你了。光头男浑身发抖，面如死灰，瞥见雷浩冰冷的目光扫来，扑通跪地，磕头如捣蒜。雷嫂，不，雷爷，求你饶了我吧！只要你饶了我，我所有的资产都可以给你，还可以帮你对付万志明。之前你这样说，我或许可以饶了你，现在你只有一条路，死！雷浩冷冷地说完后，将手中木刺利用手指弹出，随着嗤的一声，木刺从光头男额头射入，从后脑穿透而过，射入后方大树之中，留下一个针眼大小的孔洞。可见这一弹之力究竟有多恐怖。光头男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出，就直挺挺地向后仰倒在地，没了气息。
返回山下的民宅时，小徐已经从昏迷中醒来。咦，那帮人去哪里了？没为难你吧？那帮人走了。可是，走吧。见雷浩这般说，他也不好继续追问。行驶了1公里左右，小徐掏出手机，现在有信号了，咱们打电话报警吧。这帮人无法无天，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不用报警，这帮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小徐内心不解，你不是说对方走了吗？怎么又受到了什么惩罚？雷浩显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小徐想了想，便不作声了。刚刚发生的事，你不要告诉冯叔。现在冯万两家本就因订婚之事分裂，现在将这件事告诉冯叔，只会将这种分裂加深，对双方都没好处。小徐犹豫了片刻后，还是点了点头。我现在送你回去吧。不用，送我去濮阳路。小徐虽疑惑雷浩去濮阳路为何，但是雷浩那种神秘莫测之感，让他有种发自本能的敬畏感。下车后，雷浩走了几步，突然停下脚步。别再跟着我。解决完麻烦后，雷浩来到濮阳路探寻红狼家人消息。小伙子，你怎么才来啊？小芳男朋友开车来接他了，估计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离开了。谢谢。说完，从身上掏出200块钱递给了大妈。小伙子，你真的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妈嘴里说是不好意思，可是身体却很诚实。你找谁啊？长发男子上下打量了一眼雷浩后，有些不耐烦。我找小芳。哼，你找小芳干嘛？长发男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显然把雷浩当做了情敌。有事？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就行，我是小芳男朋友。听见男友动怒的声音，屋内正在收拾衣物的小芳走了出来。见到小芳的瞬间，雷浩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个小芳竟是商场里售卖自己手机的售货员。怎么是你啊？你找我有事吗？你认识孙兴吧？小芳微微一愣，你与孙兴是什么关系啊？我是孙兴他哥的朋友，受他哥的委托来看看他们。孙兴他哥这些年音讯全无，你说你是孙兴他哥的朋友，那为何他自己不回来，要委托你回来呀？他确实想回来，可是人在国外，有些事也是身不由己。他说过处理完那边的时候，他会回来的。去了国外？请你告诉我，孙兴一家现在搬去了哪里？小芳迟疑了一会后，摇了摇头，对不起，他们一家搬去哪里我不知道。说完就要关门，很明显，小芳对雷浩的到来还是保持着警惕的。我不是坏人，你不用警惕我，我知道你清楚孙兴一家现在的住处。你小子聋了吗？我女朋友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赶紧走。见到雷浩仍不死心，小芳的男友上前一步，双臂全力推向雷浩，想强行将雷浩推出门外，自认凭借这全力一推足以将其轰出门外。岂料对方依然不动，如老树盘根，反之震得自己踉跄后退2步。他瞬间明白，眼前这人定是个硬茬。大哥，不好意思，小芳，你如果知道那孙兴的住处，就告诉这位大哥，咱们要懂得乐于助人嘛。张奎佯装出愠怒的样子，斥责自己女友。见小芳仍有顾忌，雷浩从身上拿出一块有些泛黑的玉佩，递给了小芳。小芳接过玉佩的瞬间，脸上露出了微微惊讶。这佩与小新脖子上挂着的一模一样。我相信你了，我带你去找小新。此刻小芳脸上的警惕全然消失，而是面带欣喜。小新一直以为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得知哥哥不但还活着，还叫你来看他们，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正如雷浩猜想一样，红狼的母亲生了重病，为了替母治病，姐弟俩抵押了房子，弟弟甚至不惜去黑市借了高利贷，后果就是姐弟俩赚的钱连高利贷的利息都还不上。雷大哥，刚才我对你有所警惕，就是怕你是与那些放贷的事同伙，这种事以前经常发生，我现在很少回来，就是怕那些放贷的来骚扰我。没事，可以理解。车子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行驶，来到了武林市下辖的一个乡镇，停在一栋小平房面前。孙兴是我，开门吧。开门后仅一眼，雷浩就判定了这女孩就是红狼的妹妹。女孩的眉宇之间与红狼有着几分相似。小芳，你们来了也不提前发个信息通知我一声。孙兴见到小芳后，原本忧郁的脸上瞬间笑容绽放，显然二人关系匪浅。可在见到身后的雷浩后，本能反应下，他脸上浮现出一丝警惕。小芳，这位是谁？这位是雷浩，是你哥哥的朋友，你哥哥委托雷浩大哥来看你们的。见到孙兴脸上的怀疑神色，雷浩将手中的玉佩递给了孙兴。这是你哥哥的玉佩没错吧？孙兴激动地接过雷浩递过来的玉佩后，仔细端详看了会，身体情不自禁地开始站立。没错，这是我哥哥的玉佩，这真的是我哥哥的玉佩。我哥现在在哪里？望着孙兴期盼的目光，雷浩微微沉默了片刻后，你哥在国外呢，因工作原因暂时不能回国与你们团聚。他怕告知红狼的死讯会给这个原本就千疮百孔的家庭造成致命的打击。那你一定有我哥的手机号码或者住址吧？可以告诉我吗？你哥工作特殊，公司有规定，不能与外界通信。一向沉着冷静的狼王此番撒起谎来，显得有些慌促。这样啊，小新，你现在知道你哥还活着，应该高兴才对啊。对，我哥还活着，我应该高兴。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妈，让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说完就要往屋里走，刚走一步才想起来身后有客人。不好意思，雷大哥，我一时高兴失礼了。来，都进来屋里坐吧。你们先坐，我去倒茶。不用了，我是你哥最好的朋友，不算外人，不用对我这么客气。带我去看看你妈吧。
那好吧。一进门，雷浩就见到一名布满银丝的妇人躺在床上，面容憔悴。看完红狼母亲，雷浩留下几千块，将剩余6万全部给了孙鑫。孙鑫虽百般推辞，但拗不过雷浩坚持，最终被迫收下。听小芳说，你们是被高利贷逼得无路可走，才租住到这个地方的。没办法，当初我妈重病，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咱们家，我弟只能去借高利贷了。我不怪我弟，若是不借，我妈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你们现在一共欠高利贷多少钱？孙鑫微微苦笑，已经多到算不清了。当初本金是多少？本金是30万，我们还了大概30多万，越还越多，根本还不清。唉，合同诈骗，利息这么高，为何不寻求法律的保护呢？报警有什么用？警察不可能24小时守着咱们，警察一走，他们又会找上门，变本加厉的对待我们。那些放贷给你们的是什么人？怎么会这么霸道？孙鑫叹了口气，他们有钱有势，还有黑道背景，咱们普通百姓只能认栽。雷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怎么没见到你弟？我弟最近几个月回来的很少，从上一次到现在，已经快半个月没见过他了。雷浩也看出了端倪。你弟在做什么？最近与人合伙在做生鲜批发。孙鑫摇了摇头，只是时运不济，一直都没赚到钱，不过还好也没赔钱。星姐，不好了，磊哥出事了。为了兑现承诺，雷浩找到红狼家人，得知他们正面临黑道放贷的骚扰，雷浩决定陪其前去解决。江东，磊子怎么了？磊哥他们生意做得本来好好的，可另一名做生鲜的老板上来找茬，说磊哥抢占他们市场，扰乱物价，要磊哥他们赔偿10万，滚出他们的市场。磊哥他们自然不服，与对方起了争执，谁知对方的背后大哥竟然是黑豹。听到黑豹2字后，孙鑫的脸色瞬间苍白，差点晕倒，还好被旁边的小芳一把扶住了。黑豹是谁？小心他们欠的高利贷债主就是黑豹。他是数蚊子的吧？到哪都有他。孙鑫强行稳住身体。那磊子现在在哪？磊哥现在被黑豹的人抓去了，特意让我回来传话，10天之内不将钱还清，就要挑了磊哥的手脚筋，让磊哥成为废人。星姐，咱们现在怎么办啊？这豹哥心狠手辣，据传手上沾了几条人命，在道上是出了名的，你们赶紧将钱还掉，不然这家伙真干得出。按照黑豹那出神的利息，起码要还上100万，让小新这么短的时间去哪弄这么多钱啊？你对我吼什么？我只是提醒一声而已。你不是说在道上认识很多朋友吗？赶紧想办法把孙磊救出来啊！我认识的一般都是小人物，这豹哥我就见过1、2次面，怎可能从这种黑道大佬手里捞人？我不管，小新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件事你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否则咱们分手。小芳你过分了，为了外人居然要与我分手。哼，你不帮忙是吧？眼看女友来真的，张奎无奈只能妥协。好吧，我只能冒险去找豹哥去说情，我可说好，我是一点把握没有，如果人没救出来，你们可别怪我。这样子，小芳的怒气这才消散点。张奎，谢谢你能帮忙。好了，现在救人要紧，这些客套话就不用说了。一行人回到市区，张奎通过关系打听到黑豹此时正在武陵市大名鼎鼎的激情飞扬酒吧。雷大哥，你就在这里下车吧，那些人不是善类，不要把你也牵扯进来。你不必担心我跟你哥是兄弟，自然把你当自家妹妹看待。现在遇到事了，我一走了之，你哥也会怪我的。可是，哥们，你还是别逞强。我承认你有点实力，可在豹哥面前，你这点实力根本不值一提，还是赶紧撤吧。如果不懂规矩，惹怒了豹哥，定会适得其反。我答应了我兄弟，会好好照顾他的家人，不必多说了，走吧。嘴硬是没用的，随便你吧。待会真有什么情况，可别怪我顾不上你。张奎怕小芳有什么闪失，坚决不让小芳进入酒吧。小芳虽然不情愿，可在张奎强烈要求下，还是留在了车里。激情飞扬酒吧不是供客人喝酒跳舞的地方，而是一个拳场。拳台上2名男子正在激烈的打斗着。老张，我这拳手实力还算可以吧？这是我特地花费重金从倭国聘请的空手道高手。这倭国拳手身体实在太强悍了，犹如钢铁一般，普通的攻击竟然对他完全无效。 2个月之后的黑市拳赛，我一定可以拔得头筹。到时候我黑豹的名讳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黑豹瘦个子不行了，你赶紧让那倭国人停手，再继续下去，非闹出人命不可。哼，没命就没命，反正这个废物欠我100多万也还不起了，这条贱命就当还债了。黑豹看得正起劲，一名小弟走了进来，来到黑豹身边。豹哥，孙磊的姐姐来了。孙磊是谁？就是借了您钱不还的小青年，2个小时前您让人关起来的那个。黑豹顿时恍然，让他进来。 小弟点了点头，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雷浩3人推门走了进来。张奎见到张明生也在屋内，微微愣了一下。见过豹哥，见过张五爷，这是豹哥，那位是张五爷，快打招呼。豹哥好，五爷好。看着雷浩无动于衷，黑豹面露不悦。你们是来还债的是吧？黑豹扫了3人一眼。他们欠多少钱？本金加利息，一共是121万5800。豹哥，我大度，
零头不要了，你们还120万就行了。豹哥，这么多钱我实在拿不出来，能不能先把我弟弟放了，再宽限我一些日子吧？豹哥体谅你们家困难，你们去卖房跑路，现在又来求宽限，难道你觉得豹哥好欺负不成？见情况不妙，张奎赶紧上前搭话。豹哥，您还记得我吧？不记得。黑豹回应的果断干脆，弄得张奎顿时有些尴尬。我叫张奎，在鹰哥手下做事，上次吃饭我还向您敬过酒，您可还记得？老鹰，老子都不放在眼里，你是什么东西？你认为老子会记得你吗？豹哥，您别生气，是我错了。你直接说，你今天跟他们一起来干什么？给我下马威吗？不是，豹哥，孙磊是我朋友，劳烦豹哥看在我上次与您敬酒的份上，不要挑了孙磊的手脚筋。看在你面子上，你算哪根葱？黑豹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双眸杀机涌现。是不是看我黑豹现在对人越来越仁慈了？什么阿猫阿狗都来老子面前要面子？豹哥，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请您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我一般计较。以为道歉就完了？黑豹冲旁边小弟使个眼神，小弟马上会意，从腰间抽出匕首，朝张奎走去。豹哥，请你不要为难张奎，也有怒火冲我来好了。阿豹，我们来这里是解决贷款的问题，何必打打杀杀呢？他一开口，所有人都惊呆了，旁边的张明生也不例外。在整个武林市，除了大佬江爷和一些领导，恐怕没人敢这样称呼黑豹了，就连张明生都不敢这么叫。完了，这下咱们都得横着出去了。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敢这么称呼豹哥？小弟怒不可遏，上前就要废了雷浩。等等，豹哥，小弟不解地看着黑豹，你说说看，你想怎么解决？今天如果不能说出令我满意的方案，你的下场会很惨。孙磊借的贷款是不是30万？黑豹看了看旁边的小弟，是30万没错，那又如何？他们一家人陆陆续续的应该还了30多万吧，区1年你就给滚到了100多万，这个利息属实太高，还不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让他说完，你们的规矩太不合理，得改改。再给你5万，之前的欠债一笔勾销。你非法绑架孙磊这事，待会儿跟孙磊道个歉就算了，精神赔偿我们也不要了。雷大哥，咱不能鲁莽啊！别怕，我来解决。雷浩一席话说完，整个屋内顿时鸦雀无声，安静到可怕，仿佛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奏。真不应该带他来，这下子完了。帮好兄弟的妹妹解决债务问题，雷浩硬刚黑道大佬，原本以为大佬肯定会怒火中烧，然而他却放声大笑起来。你他妈的有种！我黑豹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还从没有人敢对我如此放肆，你是第一个。他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望着雷浩，将这小子送上拳台。你是自己走，还是我找人把你架下去？阿豹，你看样子对你的拳手很自信吗？如果我赢了，是不是欠债一笔勾销？黑豹再次大笑起来，仿佛听到了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你他娘的确实够狂，老子都自叹不如。好，老子答应你，如果你赢了，之前欠债不仅一笔勾销，老子还跪下给你叫爷爷。行。雷大哥，你可千万别去。孙鑫眼眶含泪，急忙上前抓住雷浩胳膊，他清楚雷浩是想拿命换他们平安。放心，我保证你们一定可以安全离开这里。说完，掰开了孙鑫强行抓牢的双手，转身走出门外。这小子虽然不知天高地厚，但罪不至死，你还是让人吩咐那名倭国拳手给留口气吧。这倭国拳手招狠了，像跟华夏人有仇一样。黑豹用毫无感情的眸子看向张明生，我给你面子叫你一声老张，让你坐在我酒吧喝酒，不给你面子你就是个鸡巴。黑豹，你别太过分了。我告诉你，那小子和我今日必须死一个，他不死，那就是我黑豹死。来到拳台前，倭国拳手与瘦个子男子还在对战，只是如今的瘦个子只有被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了。倭国男子一脚，瘦个子直接飞下拳台，摔得口鼻喷血，不死也得躺几个月。上去！雷浩一个纵身便跳上拳台，倭国拳手眼见又来了个新的陪练，兴奋的一顿嘴炮输出：你们华夏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奶奶的，老子今晚还没有进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我会让你知道，来到华夏将是你最错误的决定。哈哈哈！你别说，你们华夏人的嘴上功夫，我确实自愧不如。雷浩轻蔑一笑，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倭国男子兴奋的一声嘶吼，浑身力量聚集在右拳，向雷浩击去。拳台上方，黑豹一脸玩味的俯视着拳台，吩咐下去，不要喊停，我要让他下不了拳台。然而黑豹的话还没有传递到楼下，倭国男子已经躺在拳台下面，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脑袋一歪，没了气息。怎么可能？就在倭国男子拳头尚未落在雷浩脸上的时候，他那块若闪电的一脚已然击中了对方的腹部，被击中处内脏和骨骼全部被强大的内劲震碎。来吧！黑豹一脸震惊地望着下方，张明生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这震惊之中却夹带着欣喜和赞赏。难怪这小子敢口出狂言，真不是凡人。原本不敢直视下方舞台的孙鑫和张奎两人听见动静，也看向下方拳台，见到此时的局势，二人露出欣喜之色。
这种皮肉武者，连气血都未迈入的货色，也算高手。气血就等于武道的初级阶段，对上半步化境的雷浩，下场只有一个死。雷浩抬头看了看楼上包间，触发掠影步，在所有人还看着全台之际，雷浩已经站在了黑豹的面前。阿豹，爷爷准备好了，兑现你的承诺吧。你小子确实有些本事，有种。老子出道以来头一回栽得这么狠，不过跟我黑豹作对的下场只有一个死。说完，从腰间摸出了一把手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雷浩。你想反悔？见到黑豹掏出了枪来，张奎、孙鑫二人顿时吓坏了。他们认为雷浩身形再快，可在子弹面前也是枉然。你再快，还能有子弹快吗？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没看过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我现在就让你为我的拳手偿命！就在黑豹手指扣动扳机的同时，雷浩闪身来到黑豹面前，打落了手枪，随即单手掐着他的脖子。还有什么遗言？杀了我！我弟弟不会放过你，还敢威胁我？随着一声脆响，叱咤多年的黑道大佬就此陨落。大爷，先前对您不敬，请您饶命，我是受黑豹蛊惑的。差点忘了，还有你啊！斩草要除根，这是狼王的规矩。兄弟，我有个提议，不知当不当讲？什么提议？这酒吧里全是摄像头，人员众多，你杀了黑豹指定是瞒不住的。一旦捅出去，黑白两道都不会放过你。我可以利用我的人脉和关系，将监控关于你们的部分全部删除，再让这个小弟作假口供，说黑豹是走路不小心摔倒，恰好头撞在水果刀上毙命了。你认为这个理由有人会相信吗？我说有人信，那就有人信。这句话说明了张明生的实力，雷浩有些动摇。或许张明生真的有实力把这件事摆平。你想要什么？兄弟果然聪明，想必你也看出来我跟黑豹不合。如今他死了，他的所有产业将会被我接手。除了这些，你还要答应为我做一件事。得了这么大的便宜，还跟我讨价还价？我是个商人，商人做生意讲究的是平等互利。我帮了你解决杀人的后顾之忧，那你总得为我做点什么吧？雷浩沉默了片刻。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先说明一点，若事情违反我的本心，我会拒绝。张明生显然已达目的，再继续拉扯下去，他也怕雷浩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也办了。成交。另外，你要小心黑豹的弟弟，据说他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张奎、孙鑫二人直到走出酒吧，还是不敢相信今天看到的一切。浩哥，您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武神附体。对于张奎的马屁，雷浩不以为然，他早已看出这人是个极为现实的人。雷大哥，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们就……这是我应该做的，若不是你哥，我……雷浩欲言又止。今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我定会全力以赴。怎么样？黑豹同意放磊子了吗？答应了。太好了，你这次还算不辱使命，没有掉链子，坚挺了一回。小芳以为是自己男友在黑豹面前说了情，对方才同意释放雷子。别说了。张奎一脸羞愧地催促他们上车，还要去接雷子呢，走吧。这个杀手进城不杀人，而是先采花。小车你不要伤害我。他是国际杀手，战力非凡。然而他好色成性，最爱四处猎艳，完事后从不留活口。小妞别怕，哥哥会好好对你的。耗子，麻烦你待会给这些资料送到依云公司去，他等着急用。好的，没问题，冯叔。来到冯依云公司楼下，进入电梯。正当电梯门即将关上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黑幽灵，他怎么会出现在武林？虽猜不出他来武林市的目的，但是根据他的习性，来到这个大楼肯定没憋好屁。这家伙历史狗腿不当事实，毛病又犯了。办公室内，冯依云伏案看文件，我推门便进。冯依云头也不抬地对我说道：“最起码的敲门你都不会吗？咱们不是外人，不需要拘泥于形式吧？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文明社会连基本礼貌都不讲，跟原始人有什么两样？”好，我不是来跟你斗嘴的，这是冯叔让我给你带的资料。资料已经送到，你可以走了。这就是你待可知道？我大老远跑过来送资料，连口水都没喝，你就让我走？别说我是你未婚夫了，就算是陌生人，也不能这么寒碜人吧？谁是你未婚妻？我告诉你，就算我与志明哥结不了婚，也绝不可能嫁给你这种软饭男。志明哥，哼！你真的了解你的志明哥吗？多说无益。现在武林不安全，你没事别往外面跑，别遭了歹徒毒手。黑幽灵潜入武林，在没有实锤其目的之前，我也不好明说，只能隐晦提醒。雷浩，你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心眼，说这种咒人的话有意思吗？你要有志明哥一半大度，至于来冯家当上门女婿吗？我冷冷一笑，你好自为之吧。另外，万志明正为找不到强子而犯愁，这时候最怕什么来什么。江爷的电话。喂，干爹，志明，强子电话怎么打不通？底下人说他失踪前和你在一块儿。万志明眼神躲闪，神情慌张。他很清楚，他这个干爹的脾气，生起气来他也吃不了兜着走。我不知道强子去哪了，磕磕绊绊什么？说实话，强子到底怎么回事？干爹，强子失踪，跟冯万民那上门女婿脱不了干系。你那房子不是装了摄像头吗？要监控看看呀。监控我提前关了，怕警察找上门留下证据。难不成强子收了买命钱跑路了？不可能，强子跟我10年了，怎么会为了这俩钱背叛我？况且有肥膘在，一般10几个大汉都近不了身，那土包子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就是干爹，要不派人搜索后
后山。先搜老宅，查不出来的话，我去直接找那个雷浩问清楚。万志明挂掉电话，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冷笑。雷浩啊雷浩，现在我干爹插手进来，冯万明也保不住你。嗨嗨，看样子我姐没给你好脸色吧？早说了你们不是一路人。我这人越有挑战的事情越能让我兴奋，至于成不成不重要。你这人是不是有受虐症？你一天到晚牛哄哄的，敢不敢跟我参加个赛车局？我副驾缺个人压车。我对赛车没兴趣。怎么怂了？100万奖金全给你，走。我知道压车是假，他只是想让我出丑。雷好，这次不整垮你，我名字倒着写。哟，冯大少爷，今天带个新人陪我们玩啊？他叫雷浩，原来是跟万少抢未婚妻的冯家赘婿啊！老爸死的真及时，不然老冯哪舍得嫁女儿啊？你说什么？嘴长在我身上，我说什么你管得着吗？见到我语气争吵，冯浩明赶忙上前拉住我。他是江爷私生子江小虎，得罪他咱们都得死。原来他就是江小虎，发车时我要和他一个组。那是50赛车圈金家公子金世轩，技术媲美专业车手，每年50车赛都是前3名。江小虎摇下车窗，冲我2人挑衅道：“你们胆子倒不小，甘志明和我同场发车，虎爷就让你们瞧瞧得罪我的下场。”冯浩明双眸一缩，吞了口唾沫。我就说这家伙不好惹，可你非要指明跟他一起跑。现在好了，别人要在比赛时报复咱们了。随着一声枪响，伴随着刺耳的轮胎擦地声音响起，3辆车如同脱缰的野马冲了出去。直线距离我们比不过江小虎，这家伙为追求速度，把引擎扭矩调到了最高，简直变态。江小虎在进入第1个弯道时，车子故意减速，让身后的金世轩超了过去。这家伙怎么减速让车了？他想干嘛？这家伙一定是想在赛道上整我。冯浩明确实没有猜错，在越过2个弯道后，江小虎开始故意的突然减速，别身后冯浩明的车，好几次都差点让冯浩明车子失控，撞上旁边的栏杆。这狗日的是不是有病啊？谁得罪你，你找谁算账？干嘛整我？你继续这样跑，我看只能拿到数第1。你还幸灾乐祸？不是你得罪了那疯子，他能这么针对我们吗？别说拿名次了，我看能活着下山都成问题了。我来。喊你来，你会开车吗？别瞎搞了，这可是技术活，操作不好有生命危险。我不管冯浩明的反对，直接解开了他的安全带。你解我安全带干嘛？你是不是想让我死啊？我没有回答，一把将冯浩明甩到后排座位上，接轨了车辆，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刹车刹车，前方是 S 弯。闭嘴，给我坐好。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冯浩明认为我是把刹车当油门踩，车子全速冲向弯道。救命啊！就在准备迎接死亡的那一刻，惊讶的只见我一反方向，车子以一个漂亮甩尾贴着山体漂移而过，车底犹如吸铁石一般紧紧地吸附在地面，没有丝毫侵翻的迹象发生。这车子居然没有被强大的离心力侵犯。我继续展现超凡车技，接连顺利过弯。冯浩明的神情也从惊恐转为惊叹，这技术简直太帅了！原来你深藏不露啊，堪比专业车手呀！身为狼王的我，别说开车了，即使是飞机坦克也不在话下。真他妈见鬼了！没想到冯浩明这小子车技深藏不露，以前一直看低了他。不过下个弯道，就算你再牛逼，老子也叫你人仰马翻，等着进医院吧。2辆车一前一后，几乎是贴着进入了弯道。江小虎从窗户看见开车的不是冯浩明，瞬间明白，原来是你这赘婿。我说冯浩明这家伙水平怎么突然变好了？随着我突然的加速，从内景超过了江小虎的车子，江小虎气急败坏，强行猛打方向，拐弯不及，失去了抓地力，车辆瞬间失控倾翻，翻滚10多米。江小虎受强烈撞击，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与黑道大佬私生子同场竞技赛车，我利用高超的驾驶技术顺利取得了比赛的第1名。然而，黑道大佬的公主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最后的弯道操作不当，车辆失控，身受重伤。你这下子闯祸了，江爷不会放过我们的。我说你一个堂堂男子汉，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行不行？他这个纯属咎由自取。你是没见过江爷的手段，这些钱恐怕有命挣没命花。行了行了，废话真多。你是我见过最强的赛车手，过奖。请问你是职业的赛车手吗？现在在哪个俱乐部？我不是职业赛车手，赛车只是业余。作为你一个杀手，开车只是一个必要技能。你太谦虚了，我叫金世轩，想与你交个朋友。金世轩向我伸出了手。我不需要朋友，没这个必要。对于普通人这样的富家公子，肯定要巴着的，但对我来说，真的没有这个必要。这人真是狂妄，不交也罢。回去路上，冯浩明仍在发愁如何应对雷爷问责，却始终想不出对策。今天赛车这件事，不要告诉家里人。怎么怕了？叫个姐夫来听听。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就等着后悔吧。放心吧，你把奖金都给了我，我不会把今天的事说出去的。冯浩明心烦意躁地接通了电话。浩明，恭喜你拿到了这次赛车比赛的冠军。谢谢宝哥。冯浩明一脸苦涩，有苦难言。恰好我今天请乌鸦哥吃饭，你也过来吧，好好喝2杯，算是庆祝你夺冠之喜。表哥，要不改日我做东，今日就算了吧。择日不如撞日，乌鸦哥也很想见见你，你就快来吧。好吧，我把雷浩送到能打车的地方。谁？雷浩？张扬微微一愣，只觉得这个名字很是熟悉。是依云姐的未婚夫吧？早就想见见这位浩哥的庐山真面目了，正好这次有机会，你带他一起过来吧。我就不去了。浩哥，抢个脸让弟弟认识下你呀。浩明，请过来，浩哥，这酒已替他喝了。
浩哥，你还是去吧，否则日后表哥在亲戚面前一通说你架子的，请不动你，爸的面子也不好看。我犹豫了一下，盛情难却，不为别的，看在冯叔的面子上，还是去吧。行，走吧。另一边，武林第一医院，江小虎翻车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救治，病床旁边站着一对中年男女，女的是江小虎的老妈，名叫王玲花，男的便是武林市鼎鼎大名的黑道大佬江有德。哼，让你平时多管着点小虎，不让他玩车，一切当耳旁风。现在可好，出事了。你还说我平时你除了给钱管过他吗？懒得与你争论。此时从外面走进来一名小弟，江爷，事情调查清楚了，小虎的车就是这辆车给别翻的。看完录像后，江有德双眸一瞪，这部车子是哪个王八蛋的？我调查到，这是冯氏集团冯万明的儿子冯浩明的车，从画面上看，应该不是故意的。我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只要跟他有关就行。去，派人把这小子双腿给我打断。是。还有冯家那赘婿雷浩，就是他开的车，这家伙一定是故意把我车别翻的。又是这个雷浩。小虎，你放心，爸一定给你报仇，我会让他们知道得罪我江有德是什么后果。江有德把小弟叫出了病房，江小虎顿时露出得意的笑容。看你们两个死不死。此时我跟着冯浩明来到了武林市最豪华的饭店。等会儿在酒桌上少说话，乌鸦哥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乌鸦是哪位？乌鸦哥是张五爷的结拜弟弟，道上都要给面子，我表哥做生意平时都要和他们打交道，他别惹我就行。包间内，张扬见到冯浩明和我进来后，从椅子起身迎了上来。表哥，这个就是浩哥。车赛一结束，见到我的车技后，冯浩明一改之前的态度，变得浩哥长浩哥短。欢迎欢迎，久仰大名啊！过来入座吧。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舅的大女婿雷浩。张扬指着我，向众人一通介绍。我还以为冯家退婚万家是找了个貌似潘安的帅气赘婿，没想到也不过如此嘛。这小子真是祖上冒青烟，公鸡变凤凰啊！表哥，如果人到齐了的话，现在可以上菜了吧？大家应该肚子都饿了。看着众人对我的嘲讽，冯浩明也看不下去了，毕竟我是他带来的，起了什么冲突，自然也会连累他。浩哥，在座都是武林的大人物，你初来乍到，往后还得仰仗大家，怎么不敬杯酒呢？我不喜欢喝酒，平日不喝无妨，今天这场合不喝就是失礼了。哼，笑话，不喝酒也算是失礼吗？再怎么说，乌鸦哥的酒你总得敬一下吧？在我乌鸦面前不喝酒就是瞧不起我，这杯必须干了。乌鸦哥，这杯酒足足有半斤，他实在喝不完，我给他带点。你算老几？浩明别掺和，乌鸦哥在气头上，谁劝谁就是驳他面子。张扬有些不满的瞥了一眼自己这傻表弟，他靠建筑五金发家，与万家合作经营，原本以为联姻巩固利益，却因我的出现婚事告吹，合作也被万家单方面终止。乌鸦出头生事，定是他搞的鬼。既然非要我喝，那也不是不可以，我喝多少你喝多少，干嘛？卧槽，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拼过酒呢，别废话了，开始吧。众人都认为我此番凶多吉少，竟要与素有酒半仙的乌鸦赌酒。此人脾气暴躁，手段狠辣，5斤白酒下肚，仍面不改色。我这酒场新丁又如何脱身呢？我举杯一饮而尽，乌鸦也不甘示弱。第2杯、第3杯，酒杯碰撞声在席间此起彼伏。第6杯酒下肚，乌鸦脸上的挑衅化作震惊。4斤白酒烧得他面红耳赤，眼神迷离。见我仍清醒如常，他吞了下口水，在众人注视下攥紧酒杯，颤抖着仰头饮尽。这不公平，我先前喝了1斤，而你先前滴酒未沾，公平起见，我应该少喝1斤。行，我毫不犹豫，拿起酒杯，接连着喝了4杯。该你了，现在你差我2杯。别说这区6斤酒，就是再喝，我也只需稍稍运行真气，便可直接蒸发掉。见我喝了6斤，还是脸不红，心不跳。乌鸦双眸圆睁，面带震惊，原来想借机报复一下我，反倒被我整了。浩哥，你故意隐藏酒量，戏耍我们吗？还赌酒灌醉乌鸦哥，就算你是我未来表姐夫，我也得帮理不帮亲。张扬说的是好意凛然，其实就是想激怒乌鸦，让乌鸦出手报复。你找死，敢耍我，信不信现在弄死你？乌鸦拿起桌上的酒瓶就要向我抡来，张扬脸上禁不住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让人没想到的是，乌鸦的酒瓶还没抡到我的脑袋上，我抄起酒瓶快速抡到了乌鸦的脑袋上，顿时乌鸦的脑袋开了花，鲜血四溅，眼前一片迷糊，直接倒在地上。雷浩，你疯了吗？敢打乌鸦哥，他可是张五爷的结拜兄弟。乌鸦踉踉跄跄的站起身，你小子竟敢对老子动手，你今天死定了，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我被人邀请参加饭局，却被人当众羞辱，还要对我大打出手，我先他一步给他开了瓢。你小子竟敢对老子动手，你今天死定了，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说完，乌鸦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老子在金华饭店被人打了，叫上所有兄弟赶紧过来，带上家伙。听见乌鸦的对话，冯浩明吓得双腿打颤，肠子都浮起了。这家伙真能惹事，1天之内得罪2个大佬。表哥，都怪你，非要让我带雷浩来，还故意招惹他。你知不知道，他刚刚才把江爷儿子江小虎撞进医院。什么江爷的儿子？他是不是不想活了？张扬回过神来，发现乌鸦还在飙血，赶忙上前询问：乌鸦哥，你没事吧？滚蛋！我告诉你，这狗日的是你的表姐夫，是你喊来的，你也脱不了干系。
张扬战战兢兢的，一脸冤屈。乌鸦哥，冤枉啊！我与雷浩也是刚刚认识，不清楚他的酒量，更不知道他这么莽撞。哼，闭嘴！老子这打不能白挨。10分钟不到，包间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一个个凶神恶煞的青年，一个接一个的走进了包间。砍刀陈，谁活得不耐烦了？砍刀陈见到乌鸦头破血流，捂着脑袋，他快步冲了上去。乌鸦哥，你怎么样？我找人送你去医院包扎一下。包扎个毛！我要亲眼见到你将这个王八蛋砍死。这2个是帮凶，也一起剁了。放心吧，乌鸦哥，这局我给你出了。说完，砍刀陈就向我的方向走来。当看清我面貌时，砍刀陈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弯下腰。雷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吧。众人面面相觑，搞不明白一向嚣张跋扈的砍刀陈为何突然就卑躬屈膝。你认识我？5天前激情酒吧我也在。当天砍刀陈随张五爷一起去了激情酒吧，亲眼看着我一脚踢死倭国拳手，秒杀黑豹的全部过程。哼，算你长了点记性，否则你现在已经是尸体了。告诉你们张五爷，他这个弟弟脾气太大了，得好好改改。砍刀陈顿时冷汗骤起，额头瞬间冒出了宛如黄豆一般的汗珠。感谢先生。砍刀陈，你他妈的在墨迹杀，还不弄死他！你给老子闭嘴！现在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乌鸦被砍刀陈这一嗓子震得目瞪口呆，万没想到对方竟敢呵斥自己。你他妈是不是吃错药了？你们赶紧走吧，别打扰我吃饭了。砍刀陈点了点头，回头向身后的一众小弟挥了挥手，示意所有人全部退出包间。不许走！砍刀陈一脸怒容的走到了乌鸦旁边。这位是雷先生，咱们惹不起，赶紧走吧，否则你我都得将命留在这里。砍刀陈，罚了你了，嗑药了。你先跟我回去，我让五爷跟你解释。见砍刀陈这样说，乌鸦也不再坚持。小子，这事没完，你给我等着！众人走后，包间内重新恢复了安静。张扬和众人早已吓得目瞪口呆。饭也吃了，回家吧。你把砍刀陈怎么了？他怎么这么怕你？哪有？可能是他认错人了吧？你骗我，能不能找个好一点的理由？乌鸦在回去的路上越想越气。砍刀陈，你今天什么意思？我的话没用了是吧？我的好大哥，你就偷着了吧。不是我认出雷先生，你今天非得折在那不可。我这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跟你说。随后砍刀陈就拨通了张五爷的电话，跟其说了来龙去脉后，电话交给了乌鸦。大哥，这个雷浩是什么人？这么牛逼？今天幸好小陈去了，不然我就得给你去收拾。赶紧给我回来，惹谁不好，你去惹那个诅咒。听自己的大哥都这么说，乌鸦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好的。我与冯浩明回家后，冯子彤看见我们2个同时进门，露出疑惑神色。哥，你怎么跟雷浩一起回来？年轻人多交流交流，培养感情，这不是很好吗？你就是个叛徒，你忘了姐是怎么离开家的了吗？我怎么跟你哥说话呢？好了，万明，他跟雷浩还不是很熟。咦，耗子，你手上拿的什么呀？比赛赢的100万。冯老爷子听后，瞬间脸色阴沉下来。浩明，你难道不知道爷爷给雷浩定下的3个条件吗？你是把我的话当放屁吗？不是的，爷爷，雷浩手里的钱是他凭本事赚的。笑话，这个土包子从小在山里长大，可能连驾照还没有吧？就是，浩明，你这谎撒的也太假了吧？雷浩，你到底用什么威胁浩明，让他帮你说谎？赶紧把钱还给我哥，不然你就违背了爷爷的3个条件，立刻离开我们冯家。梓潼，够了，这奖金确实是雷浩赢的，没有他，我可能今天就要进医院了。众人惊吓，不再追问奖金的事。你们聊，我先上楼了。我在承诺假1赔3的古玩店里发现了赝品，店员却把我当成胡乱打假的棒槌。我们店这么多年就没有出现过假东西，竟敢在这胡言乱语，赶紧走，不然追究你诬陷之罪。你们老板在哪里？我要见他。你这半吊子还来劲了，我们老板正在楼上会客，没时间见你这种人。承诺是你们自己出的，发现了又不给说法，还冤枉我诬陷。你们老板不下来，我就直接上去找他。我不顾店员阻拦，拿着轻松图直奔楼上。5楼会客厅，龙焰楼老板周长生正在与古玩界的2位老友李清东和徐元白在探讨古字画流派以及各派大家。他表面只是龙焰楼的老板，实为汉南周家掌舵人。见到我突然闯入，周长生3人皆是一脸惊诧。这里是进客区，请这位客人赶紧出去。我是来买字画的，来找你讨个说法。笑话，我龙焰楼开业至今一向家有守信，你这后生跑来讨什么说法？店员这时才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对不起周老，这位客人非要上楼，我是拦也拦不住。不怪你，你先出去忙吧。店员如获大赦，连忙退了出去。你说吧，是对本店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你们店售卖赝品。听见我此话一出，冷着的脸庞浮现出了怒容。小伙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龙焰楼遍布汉南，向来是有口皆碑，从无赝品。你今日如此胡说八道，污蔑我龙焰楼，可知道后果？小年纪，对古玩字画能了解多少道道？就敢来龙焰楼打假，你也不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小伙子，你可知道你今日已经错货了，赶紧赔礼道歉，否则周兄真的认真了，你想道歉也来不及了。今天我如有半句胡言乱语，任凭处置。说完，我将手中的字画递给了周长生。你可以重新鉴定一番，
看这幅字画是否是赝品。周长生犹豫了片刻后，接过字画。如果鉴定是你污蔑，那可别怪老夫无情。可以。见我态度坚定、自信满满的样子，周长生也懒得与我废话，将字画放在桌面，慢慢展开。鉴定了许久后，周长生愤怒地看向我。这字画明明是真迹，你从何处看出是赝品？说完，将字画递给了李青东、虚元白。周兄，你可是古玩界泰山北斗，你鉴定就是权威了，何必再让我们过目？虚元白也是点了点头。拿去看看吧，你们也是古玩界的行家，免得这后辈日后外传我龙焰楼是一言堂。此言一出，李青松也就接过了字画，与虚元白慢慢观看起来。小伙子，这幅画确实是张古阳真迹，不知你是刻意抹黑，还是真的无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跪下磕几个头，承认错误，这件事就算了，罚你罚得过重，免得败坏了我周长生的名声。三位自称是古玩界行家，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连个赝品都看不出来。放肆，小小后生如此狂妄，老夫本着周家名声，不想与你这后辈计较，可你却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年纪不大，如此没有礼数，这种人不惩罚是可忍孰不可忍。被我嘲讽后，三人顿时火冒三丈。他们均是行业翘楚，如今被我这外行后辈看扁了，传出去岂不是让外人笑掉大牙？我无视三人的怒火，走到了字画面前。你们再仔细看看，这青松有什么不一样？还在故弄玄虚，颠倒黑白。你给我说说看，这青松怎么了？这画虽为赝品，但临摹者功力堪称一绝，连我都险些看走眼。临摹的简直可以用完美形容，但正是太过于完美，反而忽略了真迹阴影的瑕疵。可张古阳的画总有瑕疵，换句话说，凡是手绘多多少少都有作者的一些小习惯在里面，不可能这么完美。一派胡言，临摹作品怎会超过原品本身？你们如不信，可以再拿一幅张古阳的真迹过来，另外再拿一个10倍以上的放大镜过来。好，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老夫就让你死个明白。周长生拿起桌上的电话，让店员再拿一幅张古阳的画和一个10倍以上的放大镜。不一会儿，店员拿来了画和放大镜，将东西给这后辈。我接过字画和放大镜，将字画展开，与桌子上的青松图紧挨着。在10倍的放大镜下，你们仔细看看这两幅画放大后的对比，很明显，临摹者严重忽视了原作者一笔一画力道的把控。周长生三人心中仍认为我是在胡搅蛮缠，渴望着放大镜中的画。慢慢的，他们脸上露出了惊讶，这种惊讶随着时间而变成了震惊。见了鬼了！难道这青松图真是赝品？临摹者居然真的胜过了原画家。咱们几个老家伙研究字画几十年，居然没发现，实在羞愧难当啊！这脸打的可真疼啊！要是传出去，我们几个老家伙不得被古玩界笑死。小伙子，你是怎么做到不用放大镜就能发现这幅画就是赝品的？可能是我看过的字画太多了吧。既然确定字画是假的，那可以兑现你们假一赔三的诺言了吧？当然，老朽这间店铺开了数十年，讲究的就是诚信为本，焉能信口开河？周长生前后的态度让身旁的李青东和虚元白也微微愣了一下。周老居然为这个后生放下身段，这个要是传出去，足以震惊汉南古玩界了吗？这幅画在本店的售价是40万，按照假一赔三的话，我们赔你120万。那个谁，让财务给这小伙子转120万？转账就不用了，我挑幅同等金额的字画就行了。那没问题，帮我招呼好这位先生。是。我在2楼看了半天，看中了一幅价值200万的字画，奈何加上身上的50万，也才170万而已。由于红狼妹妹家需要用钱看病，我便给了50万给他们。正当我准备舍弃的时候，周长生走了过来。来，把这幅字画帮先生包起来。老先生，我手上钱不够，买不起这幅字画，剩下的我给你也不用你偿还了。老先生，这般慷慨，该不会是有附加条件吧？没有附加条件，只是简单的想与你交个朋友而已。仅此而已？对，仅此而已。好，老先生给脸，我也不能丢地上。我与周长生交换了联系方式，就离开了龙焰楼。周兄，汉南多少达官显贵想跟你攀关系，都被你拒之门外，你却不惜80万，只为结交这无名后辈。用80万和这人交个朋友，我可是占了大便宜了。我们用10倍放大镜才能看到的东西，他却只用裸眼就看得清清楚楚。这能说明什么？超出常人10倍的感官。你觉得他是普通人吗？你我都是武道中人，应该明白这个代表着什么吧？二人听后顿时恍然大悟。我用50万在古玩店买了一幅价值200万的字画，并结交了汉南权贵周长生。回到冯家，冯老太爷非但不信，还怀疑我是通过坑蒙拐骗来的。你是说龙焰楼的周长生也没看出那幅字画是赝品？没错。哈哈，满口谎言！周长生是何许人也？他是古字画的权威，怎么会看不出赝品？爸，我就说这孩子秉性有问题，现在终于暴露出来了。哼，你是不是利用冯家女婿身份去欺骗人家了？李月梅一席话让冯老爷子更加难。原本我觉得你虽然一事无成，可秉性还不错，现在一看失望透顶。你让我怎么放心将依云交给你？来源我已经说明了，这是周长生的私人电话，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打电话去核实。我不再理会他们的质问，径直走向房间。随便拿个号码就说是周老的电话，我还说我认识国主呢。月梅，你冷静点，我知道你对雷浩有看法，他说的也不是完全都是谎言，起码那幅字画确实是真迹。
这字画可能是真的，但谁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得来的？还说周长生给他留了私人号码。我们冯家在武陵地位如此之高，几次想结交周老都被他拒之门外，他凭什么满嘴谎言？怀疑归怀疑，还是要拿出证据来证实。好，既然他说这是周老电话，我现在就打过去问个明白。李月梅拿出手机，根据纸条的号码打了过去。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is is 爸，您看，我就说骗人的吧，根本就是假号码。冯老爷子深深地叹了口气，家门不幸啊。第二天，我带着字画准备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师傅。刚出门，冯浩明就开着车从身后追了上来。我送你，免得你打车。上车后，冯浩明就问起昨天字画的事。我就奇了怪了，你买那么贵的字画干嘛？这是我的隐私，和你没关系吧？好，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你纸条上的电话真是周老留给你的？你也不信我？不是我不信你，只是我妈昨天打了那个电话，根本没人接听。怎么会？我掏出手机找到了周长生的电话，打了过去。小伙子，你找老朽有何事？周先生，昨日为何你这个号码打不通呀？周长生愣了一下，你是用其他号码打的，我这手机陌生号码是打不进的。哦，明白了。见我直接将周长生电话挂断，冯浩明一脸吃惊。你就这么挂断了周老的电话？话说完了，不挂干嘛？大哥，那可是周老，你知道有多少人挤破头想结交他吗？我没兴趣结交他，饿死了，找个地方吃饭去。你可真是个狠人啊！龙焰楼，周长生微微一愣，这小伙子可真是言简意赅啊。进来。周长生说完，从门外进来一名身材健硕的年轻男子。查的怎么样了？师傅，我根据您提供的手机号查到了雷浩的信息，他确实是冯家的上门女婿。说到这里，年轻男子眼中露出了淡淡的敌意。韩风，雷浩可不能小觑，日后你自然会明白。师傅，不是我小瞧他，冯家除了冯万明外，几乎所有人都瞧不起这个赘婿。周长生听闻徒弟的话后，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后，这样，以我的名义给冯家送去一份请帖，让他们下个月10号来参加周家家宴，算是我送给雷浩的一份薄礼。师傅，您的家宴邀请的可都是汉南省举足轻重的人物，雷浩何德何能，能受得起您的邀请？至于冯家在武陵还说得过去，但放在汉南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不必多说，照做吧。冯家别墅，韩风奉周长生的命前来送请帖。你是说周老让你送来的请帖？冯老爷子不敢相信地望着韩风，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一直想结识的周家，如今主动派人上门送请帖，这是何等的荣耀！昨天雷浩刚说完，今天周家就送请帖来，难不成雷浩真与周老有交情？对，怎么不肯赏脸吗？望着面前的冯家，他双眸中尽显不屑。不是，我敢请问一下，周老为何这次家宴邀请咱们冯家前往呢？问这么多干嘛？如若不想去，尽管可以拒收请帖。对不起，是老朽失礼了。如今好不容易天降祥瑞，冯老爷子怎会得罪周家来使，导致周家生气而收回请帖呢？小伙子，莫要生气，是咱们冯家鲁莽了。雷浩怎么没在家吗？你认识雷浩？他是打心眼里不希望我与周家有任何关系。如真是那样，岂不是因为我才让冯家结交到周家的？显然，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不认识，只是随便问问。李月梅暗暗长吁一口气，果然不是因为这废物雷浩。这雷浩赘婿之名传遍武陵，有谁不认识呢？韩风面露不屑，转身扬长而去。爸，您听见了吧？这雷浩丢人丢到姥姥家了，连周家都知道了。下个月去参加周家家宴，千万不能让雷浩去，免得丢人现眼。到时再说吧。冯浩明将我送到一家早餐店，便开车离开了。进入的店铺刚坐下，一辆轿车停在早餐店外，一名瘦小丑陋的男子下车进入店内。黑幽灵走到我的对面坐下，胃口不错呀。雷浩是吧？原本我以为暴露了杀手的身份，转身一想，他叫的是我现在的化名，显然没有识破真正的身份。你是哪位？我们认识吗？杀了人还能泰然自若地坐着吃着早饭，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不懂你在说什么。演技确实不错，我哥叫黑豹。虽然我表面淡定，但听到他是黑豹弟弟后，内心还是比较惊讶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居然是兄弟，这长得也不像啊。我哥的死，我会让你10倍、100倍的偿还。说完，黑幽灵起身向门外走去。等一下，我劝你别惹我，否则后果很严重。黑幽灵的大笑惊动了早餐店所有吃早餐的人。长得跟鬼一样，笑什么笑？真他妈影响老子胃口！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你3脚猫的功夫，在我眼中就是狗屎。我会让你尝尝身边人一个个离你而去的滋味。伴随着笑声，黑幽灵离开了早餐店。你这杂碎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那我只能让你哥俩团聚。二爷，你这么明着去找雷浩，不怕他提防吗？在绝对实力面前，任何防范措施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当初我亲眼见他一脚就踹死了倭国高手，仅靠一招就杀死了持枪的豹哥。二爷，你还是小心点为好。这种战力只能吓唬普通人，在我面前他就如同3岁小孩。你看着吧，我会让他生不如死。黑幽灵的突然挑衅，让我决定暂时取消看师傅的行程。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冯家人的安全，最有可能被报复的就是冯依云。雷浩，你怎么会在这里？
在这肯定是吃早饭呀。听说你昨天又惹我们生气了，没本事就算了，现在还越来越离谱了。你老实说，那幅画到底哪来的？无可奉告。这就是你们冯家的上门女婿吗？果然不怎么样。你是谁？我是梓潼的同学，我叫刘明宇。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家境殷实，家里是做工程的。我懒得跟这种配角废话。你今天怎么没有上课？你管得着吗？别转移话题，老实交代，那幅200万的画是不是你借高利贷买的？我的事跟你无关，你上不上学我不管，但是我劝你少跟你这些男同学来往，没有一个好东西。你说什么？是不是不想活了？我这样说并不是无故胡说，我通过超长的嗅觉闻到了这些男同学身上有股很大的竞品味道。至于他们接近你的目的，你也应该清楚，好自为之吧。说完我便不再理会，转身离开。你们还是不是男人？被雷浩如此诋毁，宁愿当缩头乌龟。梓潼，这地方人太多，咱们跟上他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再上去狠揍他一顿，对吗？这样才像男人。我故意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街道，不是因为刘明宇的尾随，而是我发现后面还有一帮来者不善的家伙正在靠近。疯子哥，疯子哥，你还记得我吧？我爸是李刚，你是刚子的儿子。对，疯子哥，您的记性可真好。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赶紧离开，咱们要办正事。要是耽误了江爷的事，你爸刚子也得倒霉。是。刘明宇连连点头，快步退了回去。你认识这些人吗？当然认识，这是疯子哥，是江爷的心腹。疯子哥和我爸是好友，前不久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呢。他们要干嘛？一定是你那未过门的姐夫得罪了江爷，所以派疯子哥来报复了。疯子哥玩刀可是出名的溜，今天你这个姐夫可能凶多吉少了。我只是想让你们教训一下他，可没想杀了他。你快去跟疯子哥说一下，不要伤害到他的性命呀。冯梓潼虽然怨恨我，但是从来没有过想害死我的心思。梓潼，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想将雷浩赶出去吗？现在正好借疯子哥的手弄死他，这不正如你愿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可是这边疯子带着众小弟向我走来，你们想干嘛？想干嘛？呵呵，你害江爷的儿子小虎翻车住院，你难道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后果吗？江爷吩咐我来废了你。哼，光天化日，你当华夏法律是摆设吗？法律在50，咱们江爷就是法律，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否则有你苦头吃。疯子表情狰狞的挥刀向我砍来。这雷浩刚刚在我们面前牛皮哄哄的，现在遇到疯子哥彻底怂了，真他娘的丢人！你姐那么漂亮，要是嫁给这种窝囊废，这辈子真是毁了。真是窝囊废，吓得动都不敢动。正当疯子长刀即将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一把握住刀身，猛地一发力，直接折断了长刀，随后一脚踹向了疯子的腹部。疯子吐血，身体像弹弓般飞向后方，撞倒2名小弟，倒地后昏死过去。兄弟们一起上！一名小弟挥舞着砍刀，招呼其他人一同上，可是挥舞了半天，身后弟兄们却是一动不动。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不然疯子哥可能要小命不保了。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有个不怕死的小弟鼓足勇气向我冲来，只见我一个闪身便来到了他的面前，顺势掐住了小弟的脖子，将他生生提起。回去告诉你们江爷，他不是我对手，再有下次我便取了他的狗命。说完，我将小弟扔了出去，小弟踉踉跄跄起身扶起受伤的疯子，一溜烟的离开了现场。下次如果再让我见到你们和冯梓潼在一起，我就剥了你们的皮。我们不敢了，我们不敢了，感谢浩哥。滚蛋！你已过20岁，应该能分辨好坏。这些人一看就不是善类，和他们混在一起，不就是羊入虎口吗？哼！别以为你练过几天舞，打跑几个混混，就可以对我趾高气扬的说话了。行，冯二小姐，当我没说。随后，我来到冯依云的公司，黑幽灵最有可能利用冯依云来威胁我，所以为了他能够尽快回家住，我同意和他签署取消婚约协议。你说话算话。你放心，我雷浩说话一言九鼎，说话算话，但是你要答应我立刻收拾东西搬回家去住。好，我答应了，口头为虚，落笔为实。你如果真的是同意解除婚约，那你在协议书上签下你的名字。我没有丝毫犹豫，接过纸和笔，刷刷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重新还给冯依云。接过协议书，冯依云露出喜悦之色。今天我请你吃个饭，算是道歉，也算是分手饭。吃饭就不用了，答应我的事别忘了就行。另外这协议先不要给冯叔知道，我怕他会内疚。好，咱们已经解除了婚约，我当然会回去，下班了我就回去。他不知道的是，日后他会为今天自己的所作所为悔恨终生。他推开的人是他一辈子都仰望不可及的存在。通知大家，今天下班后我们公司去团建，明天放假1天。通知完公司人员，冯依云立即拨通了万志明的电话。依云，怎么了？志明哥，我刚刚与雷浩签下了解除婚约的协议书，我们又能在一起了。真的吗？白纸黑字，当然是真的。可能是老天眷恋我，不想我这辈子和一个不爱的人共度终身吧。太好了，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你了。我明天不，我现在就来找你。我们公司今天团建，你正好过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好，依云，你等我。医院病房里，江有德看着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疯子，一脸阴沉。你们这么多人收拾不了一个雷浩，疯子居然还被打成重伤。这雷浩莫非是3头6臂？就算是3头6臂，你们10几号人压也能把他压死吧？江爷，那雷浩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普通人在他面前根本近不了身。小弟的话让江有德陷入了沉思，他明白小弟是不可能欺骗他的。
爸，你在别人病房干嘛？小虎，你的伤还没有好，大夫说你最好不要下床。爸，您早上不是跟我说让疯子哥去报仇了吗？怎么现在没动静了？江有德，这么多人杵在这里干嘛？不是说去给小虎报仇了吗？今晚我要是见不到雷浩住进这间医院，我饶不了你们。咦，床上躺着的那个人和疯子哥长得好像啊！雷有德阴沉着脸，默不作声。爸，我跟您说话呢，我说床上那小子长得好像疯子哥。见父亲不回应，江小虎看着父亲身后的10几名小弟，我爸不信，你们过来看看吧，看床上那小子长得像不像疯子哥？见到儿子如此愚蠢，江有德再也忍不住了。你个白痴，亏你还是老子的种，你他妈的是不是瞎？上前看仔细了，那就是疯子。拉近距离，江小虎终于看清楚了。靠！爸，这真是疯子哥，他怎么住院了？生病了吗？疯子就是去给你报仇，被雷浩给打成这样的，妈的以后千万别说你是我儿子。雷浩，我们两仔算是结死了。依云，你太美了，我真想现在就娶了你。志明哥，你不要这样。早就听说冯家大小姐生得楚楚动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哪来的王八羔子，活得不耐烦了是吧？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打我？黑幽灵闪身来到两人中间，一只手已经掐在万志明的脖子上，但是眼睛却停留在冯依云的身上。你是谁？不要伤害志明哥！小妞，这是你的情人吗？雷浩这怂货，连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啊！你放开！黑幽灵轻挥手臂，打晕了两人，一手一个将两人扔进车内，开车离去。冯家这边都在等冯依云回家，冯万明打了几通电话都没有打通。咦，耗子，依云跟你说好了，今天回家住了吗？是的，他亲口答应我今晚回来的。好了好了，可能是应酬了吧，我们边吃边等吧。冯老爷子安抚了大家，可是我却隐约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黑幽灵将冯依云和万志明劫持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地，两人都已经醒来。祥子，你怎么在这里？你认识这小子？是的，二爷，他是江爷的干儿子，江爷是豹哥的朋友，我见过几面。江有德的干儿子？对，我干爹就是江爷，你们赶紧放了我们，否则我干爹要是知道了，肯定饶不了你们。黑幽灵抬手就是一巴掌。你干爹算个鸡毛，再逼逼，我现在就宰了你。万志明见替干爹江有德不起作用，态度立刻转变。哥们，你功夫是不错，可我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哥的产业是被张五爷吃掉的，你又何必犯险得罪我干爹呢？看样子你干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呀，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看看他能拿我怎么样。正当黑幽灵准备动手时，祥子快步上前。二爷，这货就是被冯家退婚的小子，和雷浩算是仇敌。原来你小子就是那个被退婚的废物啊！你说谁是废物呢？万少，我劝你立刻闭嘴，否则二爷真的会杀了你。你可知二爷是什么来历？哼，在武林我干爹就是地下皇帝，我管他什么来历，谁来也不好使。万志明话音刚落，一道寒光闪过，万志明的耳朵被削了下来。由于被黑幽灵封住了穴道，他只能大声惨叫着，身体却动不了。你们这是犯罪，不怕警察的严惩吗？我会怕警察？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有生出来呢。之前雷浩3番2次的提醒我注意安全，难不成他早就知道这个家伙要对我不利，这下子完犊子了？万志明顾不得耳朵的疼痛，吓得面色惨白，冷汗直流。二爷，求求你，是我错了，你饶了我吧，只要你饶了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你做。黑幽灵露出诡笑，这样才对嘛，你只要乖乖听话，你的小命就是安全的。谢谢二爷，谢谢二爷。冯依云瞥了万志明一眼，脸上显出失望。祥子，把这两人看好，我去将姓张的抓来。过了一会，万志明知道想要脱身，恐怕只能把希望放在祥子身上。祥哥，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你就卖我个面子，把我们给放了吧。万少，你是二爷抓来的，我可做不了主。祥哥，不让你白帮忙，我可以给你钱，100万不1000万。不行，你根本不知道黑幽灵的可怕，我拿了你的钱，恐怕也没命花。他说的没错。很快，黑幽灵就押着张明生回到了这里。祥子，算你小子有自知之明。张五爷，这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张明生也被他这么轻易的就抓来了。祥子，你藏的可够深的，居然请到了如此厉害的角色。呵，五爷，你还不知这位是谁吧？这位就是豹哥的亲弟弟，你夺走了豹哥的产业，帮助雷浩隐瞒真相，难道二爷不应该来找你算账吗？你这个小人，我当时就应该让雷浩杀了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等二爷将你杀了之后，让你到地下去给豹哥赎罪。雷浩居然杀死了豹哥，怎么可能？难道只是同类？你既然想为你哥报仇，怎么不直接找雷浩呢？我明白了，你也怕雷浩。你认为我会怕那小小的雷浩？等一下，我就会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你就继续嘴硬吧。假如你真的无所畏惧，又何必趁我毫无防备时偷袭呢？有种就真刀真枪碰碰，敢吗？要公平是吧？我成全你。祥子，把你手机给他，让他叫人。二爷，不行啊，真让他叫人来，我们恐怕要吃亏的。怕什么？蝼蚁罢了。可是你废什么话？我的话你听不见吗？祥子打了一个战栗后，还是乖乖的将手机掏出来给了张明生。
黑幽灵给张明生解开了穴道，让张明生暂时有了行动能力。记住，不要报警，报警我就第一时间杀了你，不准带枪。除了不允许报警，其他没任何限制。啊！二爷，别犯糊涂啊！闭嘴！你再插嘴，我现在就废了你。张明生拿起手机就打给了乌鸦。黑幽灵这边走到了冯依云身前，蹲下，用手抚摸了一下冯依云的红润白皙的脸颊。小美人，你长得可真是漂亮，让我现在都有些蠢蠢欲动。淫贼，放开你的脏手！黑幽灵一把掐住了冯依云白皙如玉的脖颈，将其脸颊强行扭到面对自己。小娘们，我告诉你，你未婚夫雷浩杀了我哥，我等会将会当着雷浩的面和你珠联璧合，翻云覆雨。淫贼，你一定会下地狱的。一旁的万志明见到黑幽灵丑陋的脸庞，就瑟瑟发抖，对于冯依云的遭遇视而不见。黑幽灵掏出手机拨通了雷浩的电话。谁？你未来老婆现在在我手中，给你1个小时时间，迟到的话就别怪我胡作非为了。说实话，你这老婆皮肤可真好。你找死！说吧，闭点。